你滚蛋，就你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蓝天。众所周知，布鲁克的群星版或者是星辰版，如果你从线上的商家来购买呢，虽然价格比较划算，但开出隐藏的几率是非常低的。于是今天呢，我就斥巨资从线下直接端了一盒，来看一看能不能开出心心念念的隐藏款。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开箱。好吧，果然还是没有开出隐藏。那么好吧，我们赶紧把剩下的4盒也都拆开，然后拼装起来，看看这一弹的表现怎么样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把9款人物已经全部拼装完成了。拼装的过程和手感呢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很布鲁克，就是相对轻松和简单的。那我们就依次来看一看。首先来看一看大汉。大汉作为启程人的元老级别的角色啊，在原本的设定中的话，它是属于这种尺寸比较矮小，或者说是相对迷你一些的这种金刚的级别。而现在布鲁克的这个群星版，我们都知道它已经把身材比例全部调整了，调整成这种正常的身材比例了。而把大汉用在了这个正常的身材比例下的话，反而就感觉有些怪了，特别是这个大长腿啊，拼好了之后的话，就感觉它不那么大汉了。所以我感觉这款大汉呢，是相对在这一弹9款人物当中的话，相对比较一般的，或者是相对比较中规中矩的了。而下一款开路先锋，这个开路先锋用在这个比例上的话就很舒服了，因为在这个无论是动画当中，或者是我们收到的玩具当中的话，开路先锋本身它的个头是比较高，而且它是这种比较瘦的身形，用在这回用在这个身材比例上的话就正好，后边的话也是有它标志性的2个肩炮啊，然后这边的这个手炮等等啊都是有的。然后是营救车，作为86大电影中第一次出现的角色啊，这个营救车首先面雕是非常喜欢的，特别是它标志性的这2撇小胡子，做的还是很细致的。除此之外的话，整个身形样子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下面这2个带刺的这个大轱辘啊，也都是挂在腿边，也都是还原出来了。同时呢，我们都知道垃圾星人是有很多的嘛，既然营救车出了，那么下一弹开始的话，会不会再有出其他的角色形象的垃圾星人呢？让我们慢慢等吧。接下来战戟也是作为记忆当中比较身材矮小的一个迷你金刚的角色，这回放在布鲁克这种正常身材比例啊，特别是腿部拉长之后的话，也会显得稍微有一些怪。但还好的就是它的这个脚丫子啊，因为造型是这种履带造型的，它就不能再适用于我们通用的这个脚丫子造型了，而是开了新模。换了之后呢，显得这个下半身呢还是有一定的新鲜感的。而胸口这个大炮筒呢，还附送了特效件，可以插在胸口啊进行一个展示。当然，这个特效件插起来会有些松，因为它为了配合武器，这个武器也可以进行搭载，所以它把这个圆柱体这块做的没有那么粗，而插在了战戟的胸口来说的话是可以插住的，但是显得会有些松了。接下来是狂飙。狂飙呢，用在这种身形下感觉就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因为动画当中的话也是一种瘦高高的一种感觉。整体的表现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，身上有一些刻线，包括这个深紫色和浅紫色的，还有一个色差的分色。接下来就是芥末天。芥末天来说的话，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在它的小腿部分，因为其他的角色小腿都是这种前后合的2个分件，而芥末天来说的话，它由于小腿是圆的，于是这回布鲁克呢就没有设计成前后合的分件，而是把整个小腿设计成了一体，是一个圆筒。而它上面的这个膝盖部分紫色的装甲呢，是单独竖着插上去的。拼装起来的话，还是跟其他的角色的话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。除此之外的话呢，唯一给我感觉呢，就是这个芥末天还是显得有一些瘦了，太瘦了啊！因为芥末天在印象当中的话，上半身呢感觉要更壮一些，才有老鲸的那种感觉了。接下来是隐藏款同款的补天士，可惜啊，这回又没有出隐藏。
开始拆开的时候的话，我看这张脸啊，我总觉得它和补天士联系不上，于是呢，我就拿出了上一弹出过的热破两个做一个直接对比，还是发现这回补天士和相对热破呢改动幅度还是非常大的。除了这个肩甲、头部、胸口，然后包括侧面这个排气管，还有后边这个大的尾翼啊等等，都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设计。加上这个小腿，看小腿的这个后边小腿这个部分啊，也都是一个全新的设计了。这个可以说是对热破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。但是作为补天士而言的话，就还回到这张脸，总感觉还是相对年轻了点。毕竟从热破升到补天士之后的话，这个脸一下要老了不少，或者说是成熟了不少了。武器方面呢，这回给了一把大枪，同时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胸口这里，因为它变成对不起，一下拖多了。我们都知道它变成了补天士嘛，它身上呢就会有领导模块了。把这个胸口这个零件啊，很简单的可以拆下来之后的话，就能展示一下这个领导模块。可惜它是印上去的啊，并不能够取下来。而这个隐藏款呢，应该是可以有一个单独的领导模块的这个零件，上面还有一个发光的特效件。这个普通款就没有了。算了吧，这个期待下次吧。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剩最后两款，也是这一弹当中应该是人气算最高的两款吧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萨克巨人。萨克巨人呢，因为城市金刚这个之前也出过猛大帅，在群星版当中的话，并不是按讲究比例的，所以这个即使他是在动画当中是个头非常巨大的啊，在这个群星版当中的话，做出来也是跟普通的这个角色是一样高的。而这个萨克来说，正面看啊，感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无论是颜色还是造型啊，都是很棒的。当然了，这个头部这里啊是缺少了一个这个像前面玻璃罩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应该算是动画萨克的一个特点了。而侧边这个萨克盾呢是特别的长啊，而翻到后背来就出现问题了。当我刚拼完的时候，我总感觉少了点什么，就感觉特别快。但是呢，这个配件这个零件袋里呢就已经没有其他额外的零件了。于是乎呢，我才发现原来正经的萨克后面应该是有条大尾巴的收在后面的。它即使不是那种摆在上面，它也是收纳在后面的，而且还有萨克变成蝎子时候那几个萨克腿儿，这回都是没有的。这样的一没有这个来说的话，正面看还是可以的，但是翻到背面来说的话，总觉得后面有一些空是少了点什么的。而且它背面这个造型，它是预留了2个这种孔洞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大胆猜测一下，后续的话可能还会出萨克的一个这个飞船形态，也就是那个大蝎子的飞船形态。到那个时候的话，它后边会有那个大的尾巴呀，包括萨克腿啊，也许会可以拆下来放在这款萨克上的话，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形的。除此之外的话呢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特别是它这个手是这种大钳子，和系列当中其他的这种直接的这种造型看多了，这种造型手啊，又是不一样，又有一定的新鲜感，而且它还做出一个相对有一点的可动性。同时呢，我们都知道这个萨克是作为一个头顶战士嘛，它的这个头呢是可以变成小的机器人的。当然，这么小的尺寸肯定是做不成它变形了。于是乎，他就送了一个这个灰色的萨克巨人头部的一个机器人的造型。当然了，后面是空的。而且全身没有任何的这个分色，没有涂装，只是一个灰色的塑料原色。如果有手艺的人呢，你可以自己涂一涂的话，应该还是不错的。最后的最后，我们的这回的人气王啊来了，就是六面兽。这个角色不用多说了啊，这个从头等战士他出现之后的话，哪怕我感觉一直到现在，六面兽的人气还是相当高的。这回出了之后的话呢，它的这个配色。然后白色，包括这个绿色调的，我觉得特别好啊，特别有这个动画的感觉。然后同时呢，也是配了2把双枪，这个是很关键的啊，六面兽的标志。但是这个双枪啊，可惜它是用了铜模的一个双枪，它并不是这种单独开了一个对称的模具啊，这个有点可惜。剩下的话呢，下面这个腿部，然后包括后边这2个小翅膀，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侧面的话，这个变成坦克形态的这个履带的造型也是做出来了，但是可惜没有更多的一个分色在上面。这个包括这个头雕做的也是很棒啊，这个忍者参谋六面兽。
好吧，以上呢就是这回布鲁克群星版第10弹万众一心的开箱和整个人物的把玩体验了。很可惜啊，这回又没有开出隐藏款，不过没关系。下一次的话，我会继续去现场端盒啊，继续给大家做开箱，看看能不能什么时候开能抽出一个隐藏款了。好吧啊，对了，最后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是端盒的话呢，你是不要忘记把9个人物的这个光点点亮，然后去它的小程序兑换一个彩透版的6面兽。这个不要忘记了啊。好吧，那么这期视频就是这样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